其实我们家是做鱼丸鱼酥的嘛，住在红楼附近，阿嬷的愿望就是说能够有个大房子，然后子孙大家可以住在一起。那也真的被阿嬷问到说，那时候红楼要卖这样子，对，那阿嬷就赶快就去拜托那个中人说啊，没你卖我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讲价格。那后来他们阿嬷说她把所有的会都标了啊，然后能借的借的就把红楼买下来这样子。那阿公买下来的时候，又因为这房子年久失修，直到我们后来才慢慢修复，然后把它恢复100年前的原貌，就是把那时候阿公铺上去的水泥，然后请黄瑞茂教授跟李前朗教授，就是看以前是怎么样的工法，我们把它恢复100年前的原貌这样子。那直到后来淡水有一段期间，其实最有名的是什么？海边炭烤。一开始想要租给就是炭烤的业者，那人家也有来施工了，然后地板也都有埋瓦斯管的这样子。那结果做到一半人就跑掉了这样子。我爸就想说啊，头拢碎落去啊，我就自己来冲这样子。疫情之后几乎就这个展览的活动就停摆了。那以前他都是就是都让人家来这边办展览我就觉得很意外。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说，那这边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？结果他也讲了一个关键字，他说我也是分享，我不收场地费。好。我就一听，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尽一份心力，来帮他把这个现场能够重新恢复过来，那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，就跟黄老板讲，不然我们来帮忙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这个事情能够运作下来，就一直持续到现在。接着下来就是像我们这一场有厚厚的展览，也都是在这样子前面的2个分享的碰撞之后，我再去连结一些朋友，互相介绍，然后也认识到厚厚来这边展览。后续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，我们有排了几个展览的场次在后面，也希望说它能够很顺利的、持续的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能够让这个场地能够更完善的走下去。红楼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一个不会是属于只是我们洪家，我就觉得说它是属于我们淡水的文化资产，那跟大家分享的空间这样子。